另一方面，美国再次推迟奥库斯国防贸易管制豁免。值得警惕的是，除了推进向澳大利亚转移核潜艇技术的第一支柱，奥库斯近期还积极发展所谓第二支柱。日本、新西兰等国成为重点拉拢对象。正在巴新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批评，美英澳同盟在区内开发核潜艇，引发严重的核扩散风险。根据美国2024年国防授权法，拜登必须在4月20号之前就是否对英国和澳大利亚放松出口管制做出决定。就在大限到来之前一天的4月19号，美国国务院发表一份声明，称美方计划在未来120天内就此做出决定。声明还说，奥库斯国防贸易一体化继续取得进展。观察普遍认为，虽然相关计划进一步推迟，但美国放松对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军事技术出口管制是既定目标，一旦最终落实，将有望推动奥库斯的武器技术转移加速推进。美英澳三国于2021年成立的奥库斯是一个军事同盟性质的组织，其第一支柱是向澳大利亚输出核潜艇技术，被认为应对中国崛起的意图十分明显，但受制于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的严格管制，多项关键技术无法转移，因此美方打算用豁免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但由于核潜艇系统复杂，所涉及的技术目录庞大，美方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制定豁免清单。还有观察指出，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引发核扩散的法律风险，这或许是美方将做决定的时间延长120天的原因。深圳卫视注意到，清单的规则制定由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负责。该机构日前发布一项最终规则的暂行版本，初步对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国防贸易许可证减负。根据这份文件，此前受管制的一些军用物品、导弹技术相关物品、热锻发动机相关物品以及卫星有关物品，日后在奥库斯框架下向英澳出口时不再需要许可证。据测算，简化后每年可减少1800多个许可证的申请核准流程，涉及商品价值超75亿美元，约占此前需要许可证商品总数的80%。但法律专家指出，这个目录仍不完整，并未对所有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列出的管制物品松绑。英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分别发表声明，对美方松绑表示欢迎，还积极表态称两国有望满足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的要求，并受益于贸易豁免。最近，拜登政府继续推迟了对相关豁免的这种审查，说明，美国政府内部包括这个两党之间对这个问题仍然存在着某种的分歧，需要去得到解决。但是确实，美国最近在加紧相关的这种操作，实际上就是为了方便美国各个层次各个层级的这个武器能够尽快的流到英国以及澳大利亚手中。针对美英澳拼凑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正在巴新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0号批评，美英澳同盟在区内开发核潜艇，引发严重核扩散风险。岛国是岛国人民的家园，不是任何大国的后院。美英澳拼凑的三方安全伙伴关系，执意在这个地区引入核潜艇的开发，违背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的宗旨，引发严重的核扩散的风险。值得警惕的是，奥库斯除了向澳大利亚转移核潜艇技术的第一支柱，近期还积极推动所谓第二支柱，也就是在印太区域谋求扩员，企图将更多国家绑上美英澳的战车。据悉，第二支柱包括一些先进技术合作，如人工智能、量子、网络、高超音速等非核领域。根据公开媒体报道，日本、新西兰、加拿大是第二支柱的重点拉拢对象。实际上，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在奥库斯成立的第2年，美英澳三国就分别试探过日本加入的意愿。随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本月上旬访美升级与美国的关系，美英澳再次施压日本。就在他抵达华盛顿的当天，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国防长就发布一份联合声明，宣布在奥库斯第二支柱的共同开发方面探讨与日本的合作。日本共同社称，这是美英澳首次公布奥库斯的伙伴国。